意大利总理梅洛尼30号抵达上海，这是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他此前在首站北京的访问也颇有成果。29号，梅洛尼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并出席了中意商业论坛等活动，与两国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意方反对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国际舆论对梅洛尼此行有何关注？意大利商业界人士又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前景？来看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30号抵达上海，这是他此次访华行程的第2站，也是最后一站。据此前报道，梅洛尼将会见上海当地商界代表。深圳卫视注意到，上海和意大利之间缘分不浅。意大利曾多次担任上海进博会主宾国，许多意大利知名企业也以上海为大本营，深耕中国市场，其中就包括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费列罗集团、古驰贸易有限公司等，涉及机械制造、食品及奢侈品、时尚等诸多行业。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梅洛尼自2022年执政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董一凡对深圳卫视表示，实际上相比起其他欧洲大国政要，梅洛尼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深，因而访问中国经济重镇上海，能够让梅洛尼亲身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上海则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经济城市，那么也是中国当前无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还是促进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这个一个门户旗舰地位，也在这个中国同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这种经贸合作产业链的这种互嵌中呢，扮演这样一个枢纽性的这种地位。那么通过这种访问上海呢，那么梅洛尼总理能够更亲身的看到这个中国是这个现代化，特别是我们3中全会以来就推动这个深化改革，那么将会给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这种经济机遇。在访问上海之前，梅洛尼29号下午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习近平强调，尽管当前国际形势持续深刻演变，中国重视和发展好中意关系的意愿没有改变，中意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没有改变。梅洛尼则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对话者，意方反对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挖掘更多潜力。意大利目前担任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梅洛尼在会谈中指出，中国作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不安全问题的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他也强调，意大利和中国需共同思考如何保障稳定，如何保障和平。董一凡认为，中意两国领导人的表态体现出双方在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共同关切。中意同为联合国和20国集团重要成员，在全球治理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意大利认为，那么中国呢，由于自身的这个经济体量跟这个政治地位，在这种国际热点跟地区问题中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这种作用。中国跟意大利在当前情况下，那个相互倚重，那么要赓续这种传统友谊，在这种双边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情况下呢，推进各领域合作。那么是双方的这种广泛共识。当天，梅洛尼还在北京出席中意商业论坛，与在华意企代表展开交流。数据显示，意大利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150亿欧元，有1600多家意大利公司活跃在中国，尤其是在纺织、机械工程、制药、能源和重工业领域。梅洛尼也表示，意大利仍充满与中国合作的热忱。参与中意商业论坛的意大利企业代表对深圳卫视表示，在中国市场中看到了绝佳的发展机会。It's a very good news for not only the two countries but for the world. Premier Li Qiang said, "Who found a friend found a treasure," and I think that it's real. Italy and China are friends for a long time,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Another word that Premier Meloni said yesterday, reciprocity. It's important for
develop business and develop relationship to get the same position in the two different markets. 合作机会应该还是很多的，就尤其中国在新能源方面的这些优势的企业，可以在意大利去投资。我觉得就是相对于别的欧洲国家来讲，就是从文化上来讲，意大利跟中国还是比较接近的。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舆论对梅洛尼此次访华行程也颇为关注。法国媒体报道称，梅洛尼在这次访华中誓言要重塑与中国的合作。针对此访，新加坡联合早报称，梅洛尼在北京时强调，意大利将探索与中国合作的新方式，愿意在推动欧盟同中国发展更好的贸易关系方面扮演建设性角色。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总理梅洛尼本次访华正是以经贸议题为主，意方希望同中方在电动车、再生能源等领域达成协议。今年4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也曾表示，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是积极的，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梅洛尼在访华前也曾强调，对华为期5天的访问表明了开启新阶段、重塑双边合作的意愿。他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播放的一段视频中表示，此次访问中国旨在尝试新的合作形式。梅洛尼总理也是表态说，欢迎这个中国，更广泛的这种投资。构建更加紧密的这个中意的经贸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跟意大利他们双边的经贸关系，是这种互补互惠的。那么未来呢，双方就应该基于这种开放包容，公平对待的这种原则呢，进一步的将这种双方的这种合作做深做实，那么推动这个中意经贸关系的一个转型升级。美国国务卿和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继续在亚洲的访问行程。当地时间29号晚，他们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30号与菲总统马克思会面，随后与菲方进行2+2会谈，达成哪些协议？任期仅剩半年的美国拜登政府这一趟旨在拉拢亚洲盟友的毕业旅行，是否真能得偿所愿？来看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30号在总统府马拉卡南宫接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防长奥斯汀。美联社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马克思面带笑容，将双手分别搭在美国官员的背上，展现友好关系。路透社称，马克思主动提及南海局势，宣称菲律宾和美国之间需要定期接触，助力菲律宾灵活应对中国和相关的海上紧张局势。当天稍晚些时候，布林肯和奥斯汀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防长特奥多罗举行2+2会谈，这也是马尼拉首次主办两国之间的外长防长会议。4人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为加强美菲同盟关系，美方宣布了一系列砸钱举措，包括向菲律宾拨款5亿美元用于该国海军装备，以及对美军驻扎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建设和改善。Ou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is the strongest that it's ever been. We're now allocating an additional $500 million in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to the Philippines to boost security collaboration with our oldest treaty ally. President Biden's budget request this year includes more than $128 million to fund important EDCA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另据菲方透露，美菲拟议中的军事信息安全总协定是本次防长会谈的重要议程。一名匿名官员称，该协议允许美国向菲律宾提供高级情报和包括导弹系统在内的更先进武器，同时保证这些情报和有关武器的详细信息将受到严格保密。值得警惕的是，布林肯和奥斯汀此次访菲并非单纯寻求加强双边合作。深圳卫视注意到，不论是与马克思的会晤中，还是2+2会谈上，美方多次将矛头对准中国，在涉海问题上对中国赤裸裸地点名抹黑，并重申美国在南海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美国更多关注到的是未来对菲合作当中，美国如何更好地用好菲律宾这个角色。所以呢，在此前，在马克思政府也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尤其是允许美军进驻更多的菲律宾基地的基础之上，这一次的2+2会议，从我的观察来看，更多的是希望菲律宾在基地建设方面能够符合美方的需要。未来呢，美方进驻菲律宾的基地不仅仅是指向南海，同时也指向台海。外界注意到，就
在本月22号，中菲才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达成临时性安排。菲方也根据这项安排，在中方海警部门全程监管下，于27号上午进行了一轮生活物资运补。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菲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有关领土问题和海洋权利争议的一环。但就在关键时刻，美国高官访菲，意图挑唆菲律宾继续在南海寻衅滋事。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尔德兹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就大放厥词称，非对抗性补给和轮换是暂时的，我们的决心绝不会退让。他还声称，菲律宾将继续在美国和其他友好军事力量的帮助下，加强领土防御，并建立新的安全联盟。罗穆尔德兹所提到的其他友好军事力量包括加拿大、法国及新西兰等。据菲防长特奥多罗此前透露，菲律宾正寻求与这些国家达成互惠准入协定。观察指出，菲律宾试图与更多国家签署上述协议，一方面是想增加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施压的筹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在印太战略中加强盟友伙伴协同的构想，尽可能利用美大选前的时间窗口，把双边和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做实。深圳卫视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舆论对美国大选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感到担忧，认为一旦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其对外政策可能会与拜登政府完全不同。在美菲2+2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就有菲媒对此表示忧虑。What assurance has the U.S. given to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est of Asia, including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at its strong security support would continue in case of a leadership change in the U.S. after the November elections? A strong, long-standing alliance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hat doesn't change from election to election.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向深圳卫视分析，这是布林肯时隔4个月再次访问菲律宾，之所以刻意挑选菲律宾作为其毕业旅行的重要一站，就是为了尽可能让拜登政府留下更多政治遗产。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包括美菲之间的互动和合作，美国是希望有所推进的。那么在亚太地区投其不子，来进一步的落实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在对中国进行围堵的过程当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让盟友和伙伴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构筑起更加完整的同盟体系和伙伴的网络。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但在布林肯和奥斯汀的亚洲访问行程中，涉海问题却成为他们每一站的核心议题。先是在28号的美日外长防长2+2会谈中，双方指责中国外交政策在涉海问题上对中方抹黑攻击。美日还召开了延伸威慑首次部长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美不顾中方严重关切，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抱持冷战思维，操弄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立，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损害他国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树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停止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在涉海问题上挑衅滋事，停止拉拢域外国家在本地区制造分裂对抗。之后，布林肯又在日本与该国外交大臣上川洋子、印度外长苏杰生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举行美日印澳4边机制外长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明确写入，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局势，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分析指出，美国纠集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盟友在涉海问题上内涵中国，实际上也暴露出美国此前对中国进行的打压围堵、炒作中国的所谓海洋威胁，均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产生了反噬效果，令美国感到焦虑不安。所以现在呢，这一次美日澳印4方的会议，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希望盟友和伙伴在海洋安全问题上跟随美国的这种叙事，来加强美方的声音，在亚太地区的问题上，更多的营造中国是破坏亚太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叙事。而同时呢，也希望4方在针对中国在进行更多的这种对立面的设置的过程当中，未来与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
可以进行更好的对接。此次四方机制外长会，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是试图将反华触手伸向网络空间，拼凑小圈子与中国进行抗衡。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外长会后宣布，将提供1800万澳元在堪培拉建立电缆连接和恢复中心，为印太地区正在建设新电缆网络的国家提供支持。美日澳舆论大肆炒作称，四方机制一直在努力帮助亚太地区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和海上监视，并试图将中国公司排除在承载互联网流量的关键海底电信电缆之外。今年早些时候，日经亚洲评论称，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经开始影响全球数据流。文内还援引专家的话称，美国正与中国展开所谓海底冷战。表面上这谈的是海底电缆的建设，但实际上涉及到的是美日澳印四方合作一直在试图寻找新的议题，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安全议题之外，希望在网络等方面来进一步的拓展合作的空间，进而对中国形成更强的围堵。加强海底电缆建设对网络领域竞争的这种支撑的效果，是四方试图在推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美日印澳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中方立即给怼回去了，批评别在中国南海惹是生非。您怎么看四方安全对话呢？主持人好，布林肯在老挝与中国外长会晤时，可以说呢碰了一鼻子灰。中方对美国干涉台海事务和南海事务立场十分强硬。在台海问题上，王毅说：“台独势力每挑衅一次，我们必会反制一次。”这句话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美国每干涉一次台海问题，我们呢必会反制一次。大家都知道，没有美国背后支撑，台独民进党是不敢那么嚣张的。在南海问题上，中非9人外交座谈军舰补给达成了临时安排，并且呢，在王毅和布林肯会晤前，实现了首次在中国海警监管下的生活物资补给，等于呢把美国从中非南海争端中给排挤出去了。于是呢，布林肯便北上到日本东京，进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以便呢抱团取暖。没错，布林肯在东亚峰会上讨了个没趣，有没有多少支持力量，便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来为自己助阵壮声威。四方外长发布的联合声明强调的就是东海和南海问题，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者是威胁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这呢就是在指责中国。这里的东海问题呢，包括2个点，一呢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另一个呢就是台海问题。四方呢还声明要通过卫星数据培训和能力建设，来帮助合作伙伴，从而呢维护自由开放的海上秩序。这实际上呢是布林肯无聊之后还想弄出点有聊来，有点虚弱，也有点虚伪。于是呢，中方进一步的嘲讽：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建构自由开放的印太，怎么就拼凑成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了呢？何必要把拼凑说成是构建，把封闭说成是自由，把排他说成是开放？这不是典型的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吗？人为制造紧张，煽动对立对抗，遏制他国发展，才是你们的真实目标。中方呢进一步强调，你们还是少给地区局势点火浇油。我们亚太地区的共识是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繁荣。四方会谈这点小圈子，你就待在一边去吧。可以说呀，布林肯的毕业之旅在老挝碰了一鼻子灰，又在东京遭遇了一次冷嘲热讽，有点丧，但是呢，都是自找的。布林肯从曼谷到东京取暖后，又和防长奥斯汀南下到马尼拉举行美菲2+2会谈，还宣布将给菲律宾5亿美元军援。随后菲律宾就言而无信。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美菲是否还会持续搅局南海呢？美国介入南海争端，进而介入东盟事务，分化东盟，挑拨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是他们的长期战略。如果大家还记得起来的话，在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的时候，就把菲律宾作为登陆点。2011年，前国务卿希拉里登上了停泊在马尼拉湾的美军驱逐舰，与当时的菲律宾外长呢签署了联合宣言。这意味着美国军事重返亚太的登陆点就在菲律宾。此后呢，美国对南海争端不持立场，渐渐地变成了支持菲律宾，包括支持后来的所谓南海仲裁案。杜特尔特上台以后，采取亲华疏美的立场。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呢有所收敛，等到马克思当选菲律宾总统以后，这拜登呢马上打电话祝贺，竟然呢也把马克思拉到了遏制中国的歧路上。
拜登呀是很擅长拉帮结伙。过去几年对菲律宾影响最大的是把日本拉到了菲律宾的安全领域。不仅呢有美日菲峰会，还撺掇日本与菲律宾签署了互惠种入防御协议，日菲呢可以在彼此的领土上驻军。这呢也是日本在亚洲签署的第一份类似的防务协议。美日与菲律宾呢都签署了防务协议，既是为了对台湾问题形成南北制约之势，同样呢也助长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惹是生非，把区域外势力引进来，从而强拆解决南海争端的双轨死路。美日介入南海问题，通过搅和南海争端，进而挑起中国与其他南海国家的矛盾，然后呢让东盟在中美间选边站。东盟和中国互为最大贸易国，美国呢就是设法通过选边站来打击中国和东盟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贸易链。我们可以调侃四方安全会谈，但是对美日2+2会谈呢，则要高度的重视。美日会谈呢是有干货的，比如说升级美日指挥与控制体系，寻求共同生产防务装备，强化延伸威慑合作，对中国的台海、南海安全呢都会有影响。美日2+2会谈以后，布林肯和奥斯汀便再次南下会晤菲律宾总统，宣布呢要给菲律宾5亿美元的安全支持。日本此前呢也宣布要给菲律宾提供5艘巡逻艇，这都属于军事领域。美日举行2+2会谈以后，菲律宾呢就不对劲儿了，开始对中菲达成的临时安排加以狡辩和曲解，说什么中国错误地描述了对仁爱礁作战军舰的补给，于是呢就开始出尔反尔，不认账了。所以啊，美日今后将是掺和南海争端的主要外部势力。美日和菲律宾的勾连将给南海和平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并直接点名特朗普，批评其滥用手中权力，破坏司法公正。外界预计，随着美国党争近乎白热化，最高法院无疑将成为两党博弈的又一战场。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曝光了特朗普遇刺当天的更多细节。据悉，除了特朗普，枪手实际上还搜集了大量包括拜登以及多位美国前总统的资料。当地时间29号上午，美国总统拜登乘专机前往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出席他退选后的首场公开活动。当天早上，拜登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改革美国最高法院。拜登在奥斯汀的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纪念民权法案通过60周年。他表示，美国最高法院的极端主义正在破坏公众对该机构的信心，因此提议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包括将大法官任期由终身制缩短为18年，制定对大法官具有约束力并且可执行的道德准则，以及一项主张总统在任期期间的犯罪行为不享有豁免权的宪法修正案。Called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Amendment. It holds, and I mean this sincerely, it holds that there's no immunity for crimes former president committed while in office. I share our founders' belief that president must answer to the law. The president is accountable in the exercise of the great power of the presidency. We're a nation of laws, not kings and dictators. 拜登提出的3点改革方案与美国最高法院近期的动向针锋相对。就在7月1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定美国总统在任期内的官方行为享有部分豁免权。这一条款被普遍认为将帮助前总统特朗普逃脱几乎所有的刑事诉讼。另外，美国最高法院目前由保守派占多数，9名大法官中有6名保守派法官，这6名法官中又有半数是在特朗普任内提名的。未来4年内，最高法院可能会有2名大法官退休。如果特朗普在今年大选中获胜，将有机会再任命2名保守派大法官，届时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势。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其政治空间势必被大为压缩。 Trump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urt asserted it was making a ruling for the ages. That isn't true. The court made a ruling for one, a former president. No other president in our history has asked for this kind of immunity for criminal actions. And no president, no former president, not me, not one,
should have been given any exception. 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急剧向右倾斜，作出废除堕胎权等一系列极具争议的判决，以及涉及终身大法官的一系列丑闻。根据最近的民调显示，有63%的美国民众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主要出于政治考量，54%的民众不赞同最高法院履行使命的方式。事实上，在拜登上任之初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改革最高法院，包括增加任期限制与改变人数。这份改革方案就是多年来的努力成果。29号，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倡导的改革将有助于民众对最高法院恢复信任，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任期仅剩6个月的时间点，拜登集中火力对准最高法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个人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废除堕胎权惹怒了众多美国女性，而叫停拜登政府的减免学生贷款计划则涉及4000万美国人。从这个角度看，拜登此举也是为哈里斯助攻，有助于扩大民主党票仓。Joe Biden's dropped out of the presidential race, but is not dropping his campaign against Donald Trump. In his first public engagement since calling his campaign quits, Biden proposed sweeping changes to the top court. 拜登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共和党的反对。特朗普批评拜登的改革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表讲话称，民主党人正蓄意破坏美国宪法。President Biden and his leftist allies don't like the current composition of the court.So they want to shred the Constitution to change it. 拜登的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引发全美上下强烈反应，也让他成为几代人以来首位这么做的美国总统。不过，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都指出，这一计划不可能实现。根据公开资料，美国最高法院制度自建国以来未经大变，最大的变化在于大法官人数，目前的9人人数则是在1969年确定。本次拜登提出改革的终身任命制更是从未改变过。此外，拜登的方案必须要修改美国宪法，而宪法修正案要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获得绝对多数，也就是大于2/3。目前共和党控制着众议院，民主党在参议院也仅占据微弱多数，因此要获得2/3几乎不可能。随后，法案还要由不少于37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据悉，美国国会上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是1992年的第27修正案，关于国会有权改变两院议员的薪资，距今已有32年。Court's recent ruling, but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of this becoming a reality facing this divided Congress, and with just 99 days. 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的司法政治化，或者说政治法律化，都反映出其政治和法律运作的环节出现了较大问题。在美国党争近乎白热化的今天，最高法院无疑将成为两党博弈的又一战场。这样一种做法呢，在美国的选举当中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拜登的这种呼吁呢，更多的是要最大限度的动员起这些自由派的选民来，民主党的选民来，包括女性选民，那去反对这样一个保守派主导美国最高法院格局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个时候呢，我想他可以更加没有包袱的甚至不用去太多考虑政治影响的去表达一些个人的观点和立场。美国总统拜登公布最高法院改革提案，呼吁国会为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设定任期限制和操守准则。您认为拜登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其实，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反复说过，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不仅涉及到了左右两派意识形态之争，涉及到了社会治理与生活方式上的保守派与进步派之争，而且还涉及到了宗教信仰之争。这些争执不仅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层面打的是难解难分，而且还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党争、行政权与立法权之争等等几乎所有层面杀了个天昏地暗，并且大致形成了一个难分高低的僵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左右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之争，从行政和立法层面蔓延到司法层面，几乎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局。因为在美国的宪政体制设计当中，当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争无法分出胜负的时候，司法权，尤其是美国的最高法院，自然就成为了最终的裁判官。而最高法院的权力实际上又掌握在9名大法官身上。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对于共和党来说，谁控制了这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权，
谁就控制了最高法院，谁就能够在这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争中获得最终的司法上的胜利。而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由于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势力相对均衡，因此美国最高法院的左右两派势力大致维持了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谁都没有办法占据绝对的优势。那么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时间内，由于几名大法官相继离世，使得他可以一口气任命了多达3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并让最高法院的右派与左派的势力处于了6-3的绝对失衡状态。而且更为让美国社会感到目瞪口呆的是，这些大法官也真的是懂得知恩图报，他们在判案的时候往往是以意识形态作为裁量标准的。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堕胎权还是联邦监督管理权案的判决上面，最终裁决结果都是6-3，也就是共和党大胜，民主党大败。除此之外，更为让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感到愤怒的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特朗普所涉及的煽动叛乱案、窃取机密文件案等等一系列的重罪案件上面，也是以6-3的裁决结果判定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具有总统豁免权，让特朗普具备了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并为特朗普最终逍遥法外提供了可能性。那拜登的最高法院改革方案最终为什么又会将矛头对准大法官享有的终身制问题呢？我认为从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一系列的判案结果来看，美国的9名大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往往是以意识形态取向来办案的，而且它还意味着原本应该超然独立的司法权已经成为了美国国内党派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是成为了个别党派与个别掌权者的打手与保护伞。当然，更加让美国社会，尤其是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怒不可遏的是，对于这样一种现象，他们居然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美国最高法院的这种黑，还不是桌子底下私下勾兑的黑，而是功能的黑。也就是说，他们的黑是符合所谓程序正义的，是符合美国宪法规定的，是美国宪法赋予他们这样做的权利。第二，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以及所有的政务官员都是有任期制的，甚至拜登还因为年龄太大、身体太老，而最终放弃了再度参选连任。同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们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是他们每4年就要接受一次选民的选票考验。然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却是可以终身制，可以一直干到死的。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国家当中几乎是唯一的例外。第三，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一旦就职，就具备了超越行政、立法，甚至是媒体监督权之外的特权，基本上不用接受任何的监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200多年前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制定的内部宪法，并不像是有些人吹嘘的那样是完美无缺的。至少美国的大法官制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才决定要对最高法院下手，尤其是对这9名大法官的终身制问题下手。既然改革最高法院、废除大法官的终身制是做不到的事情，那拜登在美国大选白热化的这个节点上，为什么还要郑重其事地摆出来这个姿态呢？我认为拜登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仍然要强行去做，这背后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顺应主流民意，尤其是选民的呼声。因为改革最高法院，尤其是取消大法官的终身制，在美国国内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根据 Fox News 的一份最新民调，78%的美国民众希望对最高法院来进行改革。第二，为民主党争取政治与道义上的制高点，将阻碍最高法院改革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归咎到共和党与特朗普身上，从而让民众在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尤其是国会议员改选投票的时候，用选票来惩罚阻碍改革的共和党与特朗普。第三，最高法院的改革即使做不成，那拜登也是第一个把矛头对准不合时宜的大法官终身制的倡议者和改革者，或者说是拜登打响了废除大法官终身制的发令枪。这将有助于奠定拜登个人的
历史地位。美国近期威胁称，将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攻击系统，其射程能够覆盖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等重要地区。对此，俄总统普京最新回应：若美德部署，俄将对等反制。外界担忧美方或又挑起冷战时期的导弹危机。 This situation recalls the events of the Cold War era associated with the deployment of American Pershing medium-range missiles in Europe. If the US implements such plans, we will consider ourselves free from the previously imposed one-sided moratorium on the deployment of our medium and short-range strike systems.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海军节主阅兵式在圣彼得堡市举行。俄总统普京在讲话中警告，如果美国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俄罗斯将做出对等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将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攻击系统，其中包括 SM-6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其射程将远超欧洲目前部署的任何陆基火力系统。该消息直接刺激了普京的神经。 Important Russian state and military objects, our administrative industrial centers, our defense infrastructure will fall within the missile's range. The flight time to targets on our territory for such missiles, which may potentially be equipped with nuclear warheads, will be about 10 minutes. 作为回应，普京强调，俄方将采取措施提高俄海军岸防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他透露，一些相应级别导弹系统的研发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苏联和美国曾于1987年12月签署了中导条约。 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射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之后，双方销毁2692枚导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该条约的义务。2019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俄方随后停止履行条约规定，该条约于当年失效。外界担忧美方或又引发中导威胁。 美国从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以后，应该一直在筹谋重新在欧洲，甚至在亚洲部署陆基的中程导弹。选择德国来部署，这是有传统，它会位于欧洲的中心啊。如果在这里部署比如说1000到2000公里的陆基导弹，那么可以把圣彼得堡莫斯科都纳入它的射程范围。那么第二呢，就是现在的这个。 德国执政党索尔茨总理执政党联盟，包括这个德国民众，大多数是持支持态度的。尽管德国政府强硬表态称不会因俄罗斯的威胁而退缩，但对于在本土部署美国导弹，德国内部仍有不少反对声音。德国绿党、选择党、社民党都有提醒，此举可能引发重大战争风险。而外界对于美方所撂的狠话也存在质疑，不确定对于美国现任政府的政策下届会否延续。 特朗普在其上一届任期中曾一再威胁要让美国退出北约，在此次竞选中，他重复了之前的指责，批评欧洲北约盟国的国防开支过低，警告有关国家如果军费不达标，就不能指望美国为其提供保护。 事实上，对于白宫会否易主的焦虑已在欧洲蔓延了一段时间。最为紧张的当属乌克兰。特朗普曾反对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还曾扬言，如若重新上台，能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问题，甚至被曝可能会向基辅施压，要求其放弃部分领土，从而结束冲突。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is expected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Ukraine's hope of peace. Kyiv contacted the camps of Trump and US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this month. Zelensky revealed he'd invited Trump to his country during a phone meeting. 泽连斯基26号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表示，他已邀请特朗普亲自前往乌克兰看看，或者有问题直接问他。We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his team. Mr. Trump told me he was available for any questions, and that I have his phone number. 我觉得。 在选举结束之前，他可能不会接受邀请因为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在投票之前贸然去访问的话，可能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文化旅游年和巴黎奥运年3年合一，中法间丰富的经贸文化交流给两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前不久胜利闭幕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是全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在广东生活了20年的中国法国工商会常务副会长百济岩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国正处于以创新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当中，同时基于特殊的友谊，中法的双向奔赴遍地开花。 In China and create in China is also some of the best material, advanced materials and also techniques. And we know that China has been pushing concerning sustainability and green products. So it's good to have the best from China in France during those Olympics. 百济岩注意到，正在举行的巴黎奥运会上，处处可见中国元素，如彩色乒乓球台、可回收的运动地板、首次应用智能芯片的运动垫等。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生产力的提质升级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品牌效应，也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久前闭幕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薄继岩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正推动生产力 全面改革，有望引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How do you think this kin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lay the roles in the China's economy transition? China is now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transformation with a very strong innovation base, but coming from a quantity economy driven to nowadays to a quality driven econom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t the core of Chin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to many fields.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systems, from government to institution to private companies to R&D research lab, China is pushing itself to adapt to this new world.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配套的产业政策和营商环境，越来越多聚焦新兴和未来产业的法资企业选择投资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就是最好例证。这其中包括法国知名药企赛诺菲、聚焦绿色产业的威利亚环境集团以及老牌能源公司施耐德。在百济岩看来，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沃土，也是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大陆的试水场。 We hav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here very interesting strategic clusters, and those clusters are a perfect combination, a mix match concerning institution, academics, and R&D labs, and also local governance. We know tha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s there to probably reform the other provinces, and it's important for French companies or foreign companies to b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try to experiment what they can do at a larger level in China mainland. 在中法两国元首引领下，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已成为两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最快只需48小时，法国的农产品就能端上中国的餐桌。 百济岩就是这套合作体系的受益者。百济岩的另一个身份是在广东生活了20多年的地道老广，投资了多家粤菜和海南菜馆。在他的海南菜馆里，食客们可以品尝从法国运来的食材。今年对中法关系而言十分特殊，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文化旅游年和巴黎奥运年3年合一。60年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前列。 百济岩认为，中法关系的发展对于欧洲乃至世界都有启示意义。France and China have a special relations. It's a true relationship. It's an important one. It's a genuine one. It's authentic, and it's very important also for the world because China and France together, express about peace, and it's about respect. 不过，中欧关系仍然存在一些负面因素。当前，欧盟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决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7.6%的临时关税，引发外界对中欧可能爆发贸易战的担忧。百济岩此前曾多次公开反对西方以去全球化、去风险遏制中国发展的举措。他再次向深圳卫视表示，希望中欧通过沟通协商解决分歧，并强调更多的保护主义只会带来更多的孤立主义。 You have done many like the trade with the France and also China. So, in your business side, how can we the company to resolve this kind of EU and China trade dispute? Of course, facilitation, mediation, find some way concerning arbitration, but
I do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create more dialogue through different discussion mechanism, more relationship, because it's important also concerning our different sectors, our different fields. It brings usually protectionism, and protectionism is not good for both parts of it. It's crucial nowadays to share mor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ose economic topics, because in this post-COVID new world, the countries can be easily fragmented, or the mindset is not fully open to new discussions.